我们到杜勒斯机场啦，要准备开始我们华盛顿 DC 之旅。我们刚在这边买的车票，其实有点复杂。现在我们买到票啦，我们要去坐捷运啦。杜勒斯国际机场是华盛顿特区周边主要的机场，距离市中心约42公里。我们准备搭乘地铁银线，大约1个小时便可直达市区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啊，它简称为华盛顿特区，它是直属于美国国会管辖哦。这个特区啊，它并不属于美国任何一个州。华盛顿特区啊，它是美国的政治中心，这边呢有很多著名的政治标志的地标，还有这里啊也充满了很多的博物馆哦。所以华盛顿特区啊，就是集政治、文化还有历史于一身。这是在国际中相当受到瞩目的很重要的城市之一，然后它的市容啊、地铁的整洁度啊，都比纽约要强很多。哇，前面就是白宫啦，我们要去白宫看一看。到白宫啊，会先经过这里，这个就是拉法耶特广场。这里呀，有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·杰克森的骑马雕像。你看，它后面就是白宫，还有那个华盛顿纪念碑。哇，我们来到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美国总统的官邸啦，就是白宫。今天人很多，因为今天是假日，超多人来的。哇，我们来到白宫啦！白宫啊，它是由华盛顿总统设计修建的第一个政府的建筑哦。但是到第2任总统那个约翰亚当斯的任期的时候才完工和入住。也就是说啊，除了乔治华盛顿之外啊，其他的美国总统都曾经住过这里。白宫里面有3层，然后132个房间，然后总统和他的家人呢就住在第2层。你看它的外观啊，其实还好，并没有很雄伟。但是它的主人啊，却是拥有全世界最大权力的美国总统哦。这是白宫旁边的一廊哦，你看一廊前面停了这么多警车，应该是在白宫旁边的关系吧。这个一廊也是很古色古香、很有艺术气息的建筑，很像欧洲的建筑。哇，看起来很漂亮哎！哇！这一栋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紧邻在白宫的西侧，是白宫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办公室。建筑外墙采用花岗岩、石板和铸铁建造，是采法国第2帝国风格的建筑，共历时17年才建成。1888年完工时，是当时华盛顿特区里最大的办公大楼，占地面积约有10英亩。这个是 The First Division。第1部式纪念碑坐落于总统公园广场，目的是为了纪念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英勇作战的士兵。纪念碑由一根整体花岗岩柱构成，柱顶是一位戴羽翼的女性雕像，是由著名的雕塑家丹尼尔·切斯特·佛伦奇所创作。她手持号角和花环，象征胜利的女神。整座纪念碑的高度约78英尺。这个就是华盛顿纪念碑啦，这边很多人在这边拍照。我们来到那
个华盛顿特区最高的一个建筑物啦，这边就是华盛顿纪念碑。这个华盛顿纪念碑啊，它是为了纪念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·华盛顿所修建的，也是华盛顿特区里面啊最高的建筑。然后在这之后啊，它也规定说，在这个特区里面，其他的建筑高度都不可以超过这个华盛顿纪念碑。你看，由此可见，这一个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啊！这个啊，也可以搭乘电梯到那个塔顶去参观，但是要事前预约。这个大型的方尖碑啊，它高大概有169.3公尺哦。它是在1848年才开始建造，耗时了36年才完成。然后它在1884年完工的时候，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。那这个纪念碑的下面啊，有50根的旗杆哦，就分别代表了美国的50个州。这个方尖碑啊，它是属于古埃及的建筑风格，通常啊用于表达对于权力、荣耀还有神明的敬拜。华盛顿纪念碑啊，它整个碑身是由大理石做的哦，然后在蓝天还有倒映池的衬映下啊，真的是明信片的场景。我们到2战纪念碑啦，这个啊是在林肯纪念堂的正对面。然后这个是为了纪念啊，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就是1939年到1945年中服役、战斗还有牺牲的美国军人。这整个纪念碑啊，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纪念广场。然后广场的中心啊是一个圆形的水池，那水池旁边呢有56根花岗岩柱哦，这代表当时的48个州、7个联邦区，还有华盛顿特区。然后在广场的北边和南边呢，各有一个大型的拱门，它分别代表了大西洋战场跟太平洋战场，这就代表了美国啊在这两个大战场里面的战斗。我们现在到那个越战纪念碑了，可是现在后面刚好有重机在游行，所以非常的吵。然后今天刚好是那个将士纪念日，所以有很多花环。越战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1959年到1975年的越南战争中阵亡或失踪的美国士兵。纪念墙上刻了58000多名在越战冲突中献出生命的军人名字。现场有许多悼念花环及家属们留下的对亲人的想念及缅怀。绕行一圈后，其实感触很深。在这面刻满了逝去将士的大墙下，让大家开始思考着战争与和平，以及对无数牺牲他乡灵魂的追思。哇，这是重机车队游行。哇，这个就是林肯纪念堂啦，我们现在要走上去啦。有啦，好像去中正纪念堂的感觉。哇，看到了。林肯纪念堂啊，它跟国会山庄啊，它就分别在国家广场的左右两边。从那个华盛顿纪念碑穿过第2次世界大战纪念公园之后，就可以远远的看到林肯纪念堂。这里是用来纪念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的景点。他领导美国走过南北战争这一场最严重的内战，他并且废除了奴隶制度，他并且致力于实现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那一句人人生而平等，因此就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。纪念堂里面呢，有巨大的林肯总统雕像哦，然后在左右两边呢都刻着他连任总统的时候的就职演说，以及他最著名的那个盖茨堡演说的内容。这些文字啊，也都体现了林肯对自由跟平等的信念。纪念堂前面是广场，还有倒影池，这个是美国最著名的倒影池之一哦。它的特色啊，是能够倒映出林肯纪念堂
华盛顿纪念碑，还有周围的景色。走在道恩池周边的树林还有人行道上啊，可以同时享受人文以及自然的风光。然后这边呢，也是电影《阿甘正传》中那个主角阿甘啊跟珍妮在这里狂奔相遇的场景拍摄地点。我们现在到韩战纪念碑啦。这个韩战纪念碑啊，它是为了纪念在1950年到1953年这个3年期间啊，参与韩战的美国军人而新建的纪念碑。然后它是由19个不锈钢的士兵雕像啊，它是用战斗的姿态行进在草皮上。然后每个雕像啊，还代表着美军不同的军种，有陆军、海军、空军跟海军陆战队。以及刻上自由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个文字的花岗石岩墙，然后还有沿着走道两边放置的方形石碑。然后来到这个景点啊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强烈的心灵震撼哦，而且了解到战争的残酷。我们来到马丁路德的纪念碑啦！哇，它这边入口就有2颗好大的石头。哦，这一位就是马丁路德先生，他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唯一不是国家领袖或是国家英雄级的，而是一个平民革命家。这一句话就是他最经典的那句话：走出绝望的山，就会有一块希望之石。哇，这墙壁上啊，就是刻着马丁路德金先生所讲过的名句。我们来到潮汐湖啦。说到看樱花啊，大家都会想到日本或者是韩国，然后很多人也不晓得，来华盛顿特区也可以看到樱花哦。在这个潮汐湖湖畔啊，它种有3000多棵的樱花树。这是在1912年的时候啊，日本为了表示友好，然后他送给美国的樱花树。每年的3月底到4月啊，都会举行华盛顿特区的樱花节的盛大活动哦。然后以美国知名的地标作为背景啊，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。沿着潮汐湖漫步前往杰佛逊纪念堂的途中，意外来到了富兰克林·罗斯福纪念馆。这是一处僻静的空间，带领游客穿越时空，透过刻铸在石头上的名言及精细的青铜艺术品，了解这位带领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而第2次世界大战的第32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生平事迹。我们来到杰佛逊纪念堂啦。杰佛逊纪念堂的建筑啊，它是用典雅的罗马神殿式的圆顶建筑风格设计的哦。然后它也使用了纯白的大理石来打造。它是用来纪念美国第3任总统汤马斯·杰佛逊。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。或许大家对于独立宣言没有很多的认识，但是里面那一句啊，人人生而平等，它是成为美国的立国信条。在纪念堂中间呢，有坐落着大概5.8公尺的杰佛逊总统的那个立身青铜雕像。那铜像后面的石壁上就刻着他的名言，就强调了自由、平等和人权等价值观，很庄严肃穆。整个杰佛逊纪念堂啊，它周围环境非常的平静优美，然后很适合散步跟放空。很多人在这里骑脚踏车啊、野餐啊，而且这个很清澈的潮汐湖啊，跟华盛顿纪念碑遥遥相望，十分的惬意跟放松。我们现在到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啦！哇，那个博物馆《惊魂夜2》就是在这里拍的啊！哇，你看人这么多！哇，你看游览车，你看这个人，因为他不用钱，真的是很佛心哎，竟然不用钱啊，所以人才会这么多。这个博物馆呢，又叫做史密森博物馆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史博物馆哦，它是相当于大概有18个足球场这么大，它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。
它入口处的大厅里面，这个非洲丛林象，它是博物馆的标志。你看它高大概有4公尺，它重达有11吨哦。啊，这边不用门票，然后也不需要预约。然后博物馆收藏了1亿多件的自然科学标本和文物收藏，它涵盖了珍贵的化石啊、动植物标本，然后矿物珠宝，很多都是世界之最哦。这也是电影《博物馆惊魂夜2》它的拍摄场景之一。在这一区啊，可以看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——希望星蓝钻，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蓝钻哦。希望之星蓝钻重达45.52克拉，法国路易14及英国乔治4世都曾经是它的主人。它也是电影《铁达尼号》中海洋之星的原型。1949年，美国珠宝商哈利·温斯顿买下了这颗钻石，并在1958年捐赠给博物馆，至今已有超过1亿人次观赏过它。除了希望之星，馆内还有超过1万颗的宝石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宝石展览馆之一。璀璨亮点还包括重达168克拉的麦凯祖母绿钻石项链，和迄今发现的最大红宝石之一卡门卢西亚红宝石，还有重达10363克拉，世界上最大的切割雕刻海蓝宝石。这颗被誉为最重要的黄玉——惠特尼火焰黄玉，它卓越的净度和非凡的光泽，让它成为有史以来最顶级的帝王黄玉之一。这条重约45克拉的宗教裁判所项链，是国家宝石收藏中最古老的切割祖母绿宝石。这颗相当于一个鸡蛋大小的423克拉洛根蓝宝石，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刻面蓝宝石。最后的名人系列有玛丽路易斯的头饰，以及拿破仑钻石项链，还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钻石耳环。位于1楼的海洋馆，则是整个博物馆最大型的展览馆。除了展出丰富的海洋生物标本，更可以穿越时空，从38亿年前海洋的起源开始探索。屋顶上还有一只长达45英尺的北大西洋鲸鱼标本，这是一头真正的北大西洋露脊鲸。科学家们从1987年它出生以来，便一直在追踪它。接着，我们来到化石厅，这一区的主题为 Deep Time 深石，是利用丰富的化石藏品来探讨关于恐龙的物种讯息。第一批恐龙出现在3叠纪，距今超过2亿3千万年。恐龙会产卵，并把蛋下在巢中。恐龙从孵化时起便会快速成长，即使像梁龙这样大的恐龙，也会从一颗蛋的大小开始它们的生命。它们年轻时生长得很快，成年后则变缓慢。有些恐龙是肉食性的，有些是草食性的。从这里便可以看到剑龙和角鼻龙正在为生存而搏斗。作为掠食者或猎物的不同适应性，在它们的解剖构造上清晰可见。恐龙和所有其他动物一样，周遭的气候与生态影响了它们的生物特性。透过化石，也帮助我们了解更多演化的过程。由于我们到访的比较晚，已经接近闭馆时间，所以只参观了重点的展览馆。如果有机会来的人，记得多停留一点时间，这里有无尽的宝藏等你去发掘。博物馆的正对面便是史密森学会大楼，俗称为城堡，是史密森学会的第一座，也是最古老的建筑。这里也是学会象征性的核心所在，及国家广场上最知名的建筑。哇，你看这么多餐车，
你看在白宫旁边卖美国国旗的 T 恤。